我知道错了，你别不要我！你放手吧，别喊了，你再拖，火车都赶不上了。你敢踢我？孙乳娘给我的鲁班锁摔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你多大人了，还玩小孩的玩具？没断奶吗你？要你管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，让丁一去劝服武田，相信这套密码已经泄露了，并让他主动换掉密码。这就是我能想到最快的办法。可这个人他不是李约瑟，李约瑟已经死了。任何一个认识李约瑟的人都可以轻易地拆穿这个骗局。周专员，您不认识李约瑟。李约瑟是从小生在英国，长在英国，而且常年埋头于书斋中，所以在他回国之前，认识他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一个。可据我了解，这个李约瑟回国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，难道他就没有公开露过面吗？他还真的没有公开露过面过，因为他知道为日本人工作是会丢了性命的，所以在他回国的这几个月里，他根本没有公开露面过，就连酒店的清洁工要给他打扫的时候，他都不同意。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丁一才是真正的李约瑟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罗专员，我能说一句话吗？我倒觉得呀，这个计划未必不可一试。关键在于啊，丁一不是咱们的人。如果计划失败了，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，对咱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啊。如果这个计划要是成功了，这就是咱们扭转局面的一步好棋。这可是咱们空手套白狼的好机会，一个好买卖，何乐而不为？右手，哪边这边？哎，对，上一点儿。这显碧云真这么厉害？他16岁出道，从丫鬟演起，演唱《上海滩》数得上号的角儿，却在这个时候才急流勇退。他息影后才组建这个超生剧团，至今还有人在猜呢，是为什么？那他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势力啊？早年他电影背后所有的出资人我都查了一遍，背景不同，无规的可循，而这剧团则是靠营收付足，那更清白干净。咱们能不能进去搜一搜？少爷，这里是公共租界，显碧云跟工部局上下都熟，他每场演出都有不少洋人捧场。这个是武田不敢随便破坏他演出的原因。完美。行，硬的不行，咱们就来软的。她一个女人，20多口子人等着吃饭，没有把柄，总有难处吧。会上保佑我们超生剧团演出场场爆满，场场爆满，场场爆满。简小姐，简小姐，简小姐，您回来了，来，这是咱们的加演海报。在这边，好，走。我有办法了，帮我找点人。墙都已经看过了，啊，这是我们的排练厅，
说实话，我们这排练厅比一般的小剧场都要大。您坐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呢，现在呢，我这个地方已经租出去了，马上还有演出。您就是出再高的价钱，那我也不能随便毁约，是不是？您能做得了这剧院的主吗？那当然了，我是这的老板呀。冒昧的问你一句，您多大的剧团呀？剧团不大，20多人吧。哈哈，哎呀，这样的话，我有话可就直说了。我这个地方，可不是随便哪个小剧团能租得起的。那现在租给的美心剧团，好歹也是5、60人的大团，场场演出都是爆满的呀。那这样，我买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今天的排练暂时取消。怎么回事啊？明天就要演出了，怎么这么多人退票啊？你们啊？干妈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看这儿。哎呀，不得了了！对面美心剧团欺负人欺负到家门口来了，他们居然把苍白帮啊贴到我们的布告栏上，还是同一天演出。这不是挑衅是什么呀？啊，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大妈，莫慌，他们不是要演这个《仲夏夜之梦》吗？不好，这个剧本没有我选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好。你这个书呆子啊！谁现在还关心剧本好不好啊？人家剧院比我们大，场地比我们新，比我们豪华，人家观众当然愿意到他们那儿去了。俗气，书呆子！哎呀，我这王八蛋，王八蛋！你看吧，不糊弄，一会儿你就喊不出声了。哎，这，进去吧你！谢小姐终于把你赶走，这下再也没人跟我抢角色了。哎呀，谢小姐这一打算盘啊，就说明咱们又没钱了。这外边还嚷嚷着退票，内忧外患的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下去呀。哎，沈小姐这叫阁楼上打算盘，算得高。您也是来退票的？退票的人很多吗？赵波，顾先生，你是来找我们的冼小姐了吧？啊，冼小姐很忙吗？这是干什么？冼小姐救过顾某的命，顾某说过，这份恩情一定会报。虽说知恩图报是天经地义，但是这礼也太重了些吧？哎，冼小姐言重了。对于美心剧院想要抢长生剧团明晚演出的风头来讲，这一点都不重。当然了，搬不搬，还要随冼小姐的意。但是这剧院，顾某已经买了。这里是重症监护室，没有医院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曾主任病情比较复杂，一定要24小时监控。好，你这如果有什么变化，一定要及时通知我。这是曾守仁的病房。是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的重症监护室，不能随便进入的。
你怎么会有证件啊？干我们这一行是很需要道具的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头发还有他手里的布块都在这儿了，应该都是凶手留下来的。但我希望更深入一些。所有的证物都在这儿啊。没错，这才是最有信息量的地方。你想想看啊，这说明巡捕房还没有介入，曾家出了事还不报案，你不觉得很可疑吗？聚义会，原来曾守仁也是聚义会的。我明白了，事情应该是这样的：聚义会成员程之然偷了同是聚义会成员曾守仁的宝贝古董，遭到了监控和追杀。他走投无路下，只能用死来告诉我们古董藏在了哪儿。其实这两件事情本来跟聚义会是没有关系的，只是他们两个同是聚义会的背景。是你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。曾守仁和程志然在这件事情上的关联已经很明显了，但邵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聚义会搅到一起啊。也许这只是个意外啊。目前来看，邵娟和他们之间的关联就只有火车站。继续。邵娟、程志然还有曾守仁本来走在人生不同的轨迹上，后来他们在火车站这个坐标点上交集了一下，邵娟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也许那天曾守仁的人在追杀程志然的过程中，一不小心撞到了无辜的邵娟，然后这一切被程志然看到了。程志然又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你邵娟的关系，所以他通过告诉你邵娟的死来向你求救。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？也许揭开这事情真相背后一点都不神奇，这只是一场意外。也许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们经常会把离奇和复杂混为一谈。其实最简单的案子往往最神秘，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来作为推理的依据。走，下一步我们去哪？曾守仁的公司。我们并没有报警啊。我也很想知道，都登了报纸，为什么不报警呢？老板遇女鬼这事儿被传得风言风语，报社知道也是在所难免的。至于报警嘛，我们公司也是再三考虑，怕把事情搞得太大，让公司形象蒙受损害。那你不介意带我们参观一下你们老板的办公室吧？好，请跟我来。谢谢。请进吧，这就是我们老板的办公室。我能随便看一下吗？哦，请便。谢谢。去年的12月24号，曾先生的庞蒂亚克在闸北的火车站撞死了一个女孩，这件事你知道吧？去年12月份，老板把这辆车借出去了。那你知道借给谁了吗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你们老板见鬼那天也穿的这件大衣吗？那天没穿。啊，我们老板有心脏病，所以我每天都会随时给他备着救心丸。你很关心你们老板？我们老板对我有知遇之恩，为人又和善，而且对我们这些员工又很仁厚。曾先生也喜欢看良友啊？是啊，老板很喜欢的，而且和良友的伍连德先生是朋友，所以每期都买，一本都不少。
唯独少了第17，说明中间肯定有问题。你们老板和谁有过冲突？没有，老板为人和善，他从来不和别人起冲突。你们老板有几个情妇？老板根本就没有情妇，他和老板娘的感情非常好，他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哦，我们工厂的情况大概就这样。你们老板出事之后，对这个工厂有影响吗？没有什么影响，一切很正常。里面那个上锁的屋子是干什么用的？哦，那个旧仓库的年头太久了，墙壁早就老化的不像样了，所以一直闲置着。最近出货量比较大，打算重新利用它。这不，刚刚粉刷过，准备放一放气味再使用。麻烦你带我们去看看你们老板遇鬼的地方吧。好，请。啊，就这里，我们老板当时就在这儿晕倒的。这里是吧？对。那你有没有看见鬼啊？没有，我当时听到老板的喊声就跑进来了，结果连个鬼影都没有。曾守仁没有留下一句话？他，哦，我好像听他说他被鬼抓住了。曾守仁感觉到自己被鬼抓住了，那就说明这不是幻觉啊。然后他就心脏病复发进了医院。对，然后我就把他送医院去了。你老板犯病的时候，你给他吃药了吗？当然吃了，好多年了，我平时都要随身给他带着救心丸的。这儿这么偏僻，晚上不会有人来的。不会真的有鬼吧？从你们老板手上发现的这块白纱，确定是他的吗？当然不是，老板是空着手进来的。这个赵志江有很大的问题。你觉得谁都有问题，我觉得他挺老实的。他嘴里没有几句实话，可是他说的话也没有问题啊。正是因为他想竭力说服你，他的回答才会更加准确，更加斩钉截铁。当我问到曾守仁有几个情妇的时候，他表示不屑。只有人被说中或者被说到痛处的时候，才会本能的用不屑来掩饰。既然是这样的，曾守仁他一定有情妇。可是既然曾守仁他有情妇的话，他为什么要表示不屑呢？而且他为什么又要本能的替曾守仁来掩饰呢？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。赵志江把曾守仁形容的宽和仁厚，但从他肢体的语言、细微的表情都无法掩饰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他更不会本能的替曾守仁掩饰有情妇这件事。这个世界上让你觉得好奇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宝贵，我们用了1上午的时间，也没有查到一点点关于彭蒂亚克的消息。所以我们下一步应该去曾守仁，去问问他妻子。哎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呀，来了来了！您是啊？我们是曾守仁先生的朋友。哦，刚刚我们到医院去看望了他，顺道来看一下夫人。好的好的，二位请跟我进来吧。啊，谢谢啊。里面请。来来来，里面请。哇，这也太大了吧！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呦，哎，那辆是曾守仁先生的车是吧？对呀。哎呀，真是太漂亮了，我们能去看一下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请便。谢谢啊，请请请。夫人，这2位是老爷的朋友，今天特地来看望您的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夫人你好，
我是守仁生意上的朋友，我叫詹亨特。今天我们刚到医院去探望过守仁，顺道过来看看你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我界内。坐吧。好。詹先生，我应该听守仁说过，就是我这人记性不大好。啊，我们刚去看过守仁，这心里怪难受的。真的想不到守仁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。他平时也就好个女色，也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啊，怎么就被鬼缠了呢？詹先生，你是守仁的朋友，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和他结婚20年，感情一直很好，他从来没在外边乱来过。夫人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我都听别人说的。我当然知道守仁不是这样的人，但人钱一多吧，是非也多。请问二位前来有何贵干？既然是朋友，我就直说了。之前守仁没有出事之前，他答应把庞蒂亚克借我用1天。如今守仁在医院昏迷不醒，所以我也只好厚着脸皮上门问夫人要了。他答应把彭迪亚克借给你？啊，詹先生，彭迪亚克是守仁的最爱，平时连我都不能碰一下，何况借给别人？这一点他所有的朋友都知道。你到底是谁？夫人，要是不想借的话，您直说就行，何必拐弯抹角呢？我知道守仁前一段时间把车借出去过，听说还在火车站出了事故，撞死了人，在外面修了好久才开回来。夫人放心，我和守仁是朋友，我会替他保守秘密的。根本就没有的事儿，你听谁瞎说的？守仁亲口告诉我的。没有的事情他能编着告诉你？你到底是谁？想要干什么？夫人，要是不想借就算了，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啊。当然了，慢着，你们冒充守仁的朋友，想达到什么目的？来人，接巡捕房电话。你断案还行，就是演技实在是太拙劣了。人们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隐私，但往往掩饰和反驳最能暴露真相。你是在掩饰自己演技拙劣被拆穿的尴尬吗？梁金清虽然什么都没有承认，但他掩饰了2点：第一，他和曾守仁的感情并不好，但他却极力掩饰这一点，就很可疑；第二，曾守仁那辆庞蒂亚克就是那辆肇事车。难道曾守仁真的是杀死荣少娟的凶手吗？车子是他的，但凶手不一定是他。他和少娟的活动范畴完全没有交集，还有，他完全没有杀少娟的动机。有道理。可是曾守仁和梁金清的感情并不好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当我说到曾守仁在外不轨的时候，梁金清的反应有些过头了。通常如果一个人说的是实话，他不会太在意对方的反应有多强烈。相反，如果说他极力的想证明什么，那就是在掩饰内心的事实。还有，他脖子、手腕、耳朵上面一切能戴配饰的地方都是珠光宝气的，但唯独无名指上没有佩戴戒指。难道这一点还不明显吗？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我上次来的时候可把他们这里的每个人都给骂了，而且是不留余地的那种。探长好，听说你来看我了。你们这管饭吗？我都饿了，你饿吗？你跟我回趟办公室。那我呢？先把他拘留，给他晚饭，不许动粗。是。刘唯一，我跟你说，我可是一个很可怕的女人。你要是敢得罪我，詹天元，你不管我，得罪我你就死定了，这辈子你都不会好过的，詹天元。我愈发的同情你了。你最好相信他的话。进来吧。牙膏、肥皂、床铺、换洗的衣服，你还真把这儿当成你的闺房了？如果不是你被捕，你恐怕永远也不会来我的闺房做客。我可不想来，全上海的废物都在这儿，我怕被传染。你能活到今天还没被打死，真是个奇迹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我现在开始审问了。你为什么要去曾守仁家？
这是曾守仁的车，他的助手赵志江说，去年12月份借车出去半个月。你去查一下，到底什么人开过的？还有，特别是12月24日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一定会帮你查？因为这是一辆庞蒂亚克。你去查比我去查更有效。还有，记住要低调行事。庞蒂亚克。你可以走了。站队员，站队员！哎，别喊了，早走了。走了？你还是自己出去选辆黄包车吧。我说你索性住这得了，省得两边来回跑。我舍不得我那些尸体，你这太无聊了。除去头发就是指纹啊，麻烦，我最讨厌麻烦。对了，浩然，我的头发化验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？最早明天啊。哦，对了，你再帮我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什么布料？这不用验，是苎麻，普通材料，一般人都穿这种衣服，这个说明不了什么。张队员，我们谈一下。哎，我已经叫他们放你出来了，我着急回来拿化验结果，所以没等你。来来来，吃饼干。就算现在我不是你的老板，作为女士，你应该尊重我吧？我尊重啊，我刚才问你吃不吃饼干啊？不吃。哎喂，喝咖啡。哎，小盖刚冲，趁热。原来少的那本《良友》第17封面是楚星星。楚星星谁啊？运牌的明星，摩登女郎，她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就在12月份，火车站车祸的前几天。怎么死的呀？被一只猩猩杀了。现在看来，这是一起谋杀案。被猩猩谋杀了？怎么会有这么荒诞的死法啊？是真事儿，而且死得很惨。哎，对了。你难道怀疑曾守仁和楚星星有染？我也不确定，但有3个疑点可以拼凑一下。第一，梁金清口口声声说他们夫妻感情很好，但其实并非如此。我猜曾守仁在外面有女人，而梁金清不想让外人知道。女人的心思多半如此。其二，你还记得我们去曾守仁办公室，我们发现他有看《良友》报刊的习惯，上面每一本都放得非常整齐，唯独10月刊不见了。而10月刊的封面正好是楚星星，我推测那本书不见，要么就是梁金清发火撕掉，要么就是曾守仁心虚没有留下。分析的很有逻辑性。原因3呢？茉莉花香。茉莉花香，就是曾守仁出事现场黑丝留下的香水味儿。没错，那天我到楚星星的案发现场，也就是他家，我看到他梳妆台上有很多瓶茉莉花的香水。那楚星星会不会就是小巷子里出现的女鬼？你们真的相信有鬼吗？要是真有鬼，我天天在停尸间就不会那么无聊了。我是学过医的，我不信。我信，我信曾守仁心中有鬼，我相信这个凶手在装神弄鬼，所以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心怀鬼胎的。可是那么偏僻的小巷子里，人怎么会突然间出现又突然间消失呢？这关键就在于这个黑丝，但是他是怎么做到的？Hello， 大家都在啊？你干嘛啊？啊，别这个大花，抹着红嘴唇，嘴里还拽英文，你干嘛去了？啊，这么巧，你也刚回来？这么巧你也刚回来哈？我觉得你们俩约会
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对方。我们没约会，谁约会了？切！我相信秋生，你只是顺便喷了下香水，而简爱只是随便打扮了一下，而你们只是在街上偶尔遇到了，然后去看了一场外国电影。我觉得秋生啊，你有必要跟简爱说一下，你指腹为婚的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？哦，佩文。有些事情还是趁早说清楚好。范秋生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说的绝对不是真的。你听我说啊，我一直把佩文当我的妹妹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郑店员，看来是有人不喜欢听实话。好了，跟你们年轻人没有共同语言，我回我实验室去了。哎，我钱夹哪儿去了？赫拉，你的钱包在那儿。哎嗨，瞧我这记性，真是。这跟记性有什么关系啊？那黑色的钱包放在黑色的桌子上，后面有个黑色的箱子，很难看出来的。有道理啊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你刚才说了一句话，我好像突然明白了。黑色的钱夹放在黑色的桌子上，后面有一个黑色的箱子，很难看出来。天才！不是，你又想到什么啦？你看他们俩，最近天天跟连体婴儿一样，他们才有情况呢啊！喂，你能不能别一个人说走就走？能不能考虑下别人的感受啊？这就是我的节奏，你适应得了就跟了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你要有团队精神。我不需要别人，如果你要帮忙，记住，不要惹麻烦。好，够拽，不要跟着我啊！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吗？楚星星公寓。哎，我饿了。你这么一说吧，我突然也饿了。小野姐，哎，何老，哎，那要不一起？哎，好啊，正好陪我喝两杯。走。范秋生，你一会儿最好把佩文的事儿给我说明白了。说的清清楚楚的。干嘛？什么？小心啊，这可能还有凶案留下来的痕迹。等一下脚下踩到什么，千万别往下看。我能踩到什么？也没什么，什么头皮啊、手指啊，还有眼珠子。不会的，吓唬谁啊？我觉得这儿应该有很多小孩子过来探险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这地上有牛皮糖纸啊，还有弹珠，还有你脚下踩的小孩子的粑粑。你看你这没心没肺的样子，一点事情都把你开心成这样，赶紧抓紧时间。用你的冷漠来掩饰你的尴尬呀！文文，是不是和黑丝味道一样？是这味道，没错。看来有人真的动过楚星星的香水。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那女鬼买的是跟楚星星一样的香水。不会的，你看这个香水上面写的 PCM， 也就是 Personal Custom Made 的缩写，私人定制的意思。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同样的味道再出现。干嘛呀？我要查一下楚星星的社交关系。你看这个，我这个人好变态啊，全部都是自己的照片。看来他跟曾守仁的照片已经被拿走了。哎，你别动这张照片，你看他们两个人感觉一直在看着我们，好阴森恐怖。
你帮我干什么呀？没见过。我一直都有个问题想问你，那天在闸北火车站出事的那个女孩，是你的未婚妻还是什么人啊？我想你有必要了解。自从邵娟离开之后，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追查她的死因上，所以你的好意我只能心领吧。站住！单天元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觉得我喜欢你吧？你有病吧？正常人表白被拒绝之后会有2种反应，第一种会谎称开玩笑来化解尴尬，第2种比较恶劣，会反咬一口，把尴尬转嫁给对方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心里舒服就好。单天元，我张子晴，无论是样貌、家世还是才华，我找个什么样的不行？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什么呀？是，我只是想跟你说清楚。大哥，你想多了。没必要，你没有必要觉得尴尬。闭嘴！小姐，快来吃点吃点。你们怎么了，思晴姐？不是詹天远欺负你了吧？对啊，哎，你们也说出来听听，让我们好给你做主啊。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想死呀？香，哎呀，好吃好吃好吃啊！什么收获呢？何老，你去化验一下这个头发跟那个女鬼的是否一致。又是头发，下回换点别的行不行？我最讨厌头发了，麻烦。哎，喝酒，喝酒。好。秋生，你下一个任务就是去小报记者那儿打听一下楚星星的八卦。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八卦？人们只拿八卦当玩笑，但有时候真相就隐藏在八卦里。这个我在行，论八卦谁也没有我爸。要是有你加入，我就更放心了。探长，接。这是曾守仁公司所有合作者的名单，还有一些是他的朋友，已经都查过了，没人借过车。给我提审赵志江。是。坐。认识这个人吗？程志然，当然认识。他偷走了老板的黄玉盖瓶。据我调查，程志然在12月24日在火车站被追捕，是不是曾守仁派的人？不知道。这件事老板没有必要向我交代吧？曾守仁的庞蒂亚克在12月份借出去过，借给谁了？这件事我好像知道一点，但是这辆车在老板手里，至于他借给谁，我也不清楚。12月24日上午9点到10点半之间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和老板一起盘点账目。这么说，只有曾守仁可以为你作证了。没错，如果你要不相信，等他醒来，你可以问他。好，在他醒来之前，你只能待在这儿了。赵志江，杜站长，杜站长，杜站长，万队长，赵志江，你已经得到了曾夫人的担保，所以现在你可以离开这里了。谢谢万队长。杜站长，曾守仁的庞蒂亚克涉及12月24号在闸北火车站的一起命案，他跟赵志江都有重大嫌疑。有证据吗？你看，这算不得什么。曾守仁有一辆庞蒂亚克，可当天……好了好了，一辆庞蒂亚克算不得什么，这是大上海，拥有庞蒂亚克的人很多，怎么样？你都要把他们抓起来吗？你不要忘记，我们巡捕房是讲事实、重证据的地方。你们年轻人呐，在这个过程里过于心浮气躁，要把心沉下来。你不要忘记，我一直是很器重你的。
手人在工厂里边有什么勾当？你查出来没有？我还在查，我觉得应该有些不大对劲，因为从入货的档案来看，去年12月前后有一批货，那批货的编号和一般的货有所区别，那批货编号前面有一个字母 P。字母？是的。那里边的货和其他货物一样吗？我会想办法尽量查清楚，查查有什么不相同的地方。好，在工厂里面有一批专门的监测员，通过他们很快就可以查出曾老板和各大商户之间的特殊生意往来，也可以知道那批货到底有什么问题。那就辛苦你了。为夫人效忠是我的荣幸。他最近还好吗？还好。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爱错一个人，就得痛苦自己了。回来了。哦，睡着了。怎么那么晚？快饿死了。我给你备了牛肉饭，来，快吃点吃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喝那么多了还喝，先吃点东西。吃吧。饿坏了吧？你吃了没有啊？吃过了，快吃吧。你今天怎么会那么晚？哎呀，加班了。来，我不吃。我说你要不要这么绝啊？我和秋生找了你不下10次了。我没时间跟你吃饭，有什么事快说吧。10年前我请你吃面，你毫不客气给我吃了3碗，而今天同样的地点，同样的面，你却连跟我吃碗面都不愿意。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你要的是这个吧？根本没人借车，拿去吧，以后别来烦我。12月份根本没有人借车，你怎么查的？一个一个的问，这事关人命，谁会承认？曾守仁是破解少娟案子的关键，车借给了谁？等他醒来之后，一切都了然了。程志然是在12月24那天，本来想乘10点20的车去南京。如果他真的偷了曾守仁的古董，那天围捕他的肯定是曾守仁的势力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案子我一定会追查到底。你不要插手了。还有，这个案子关系到少娟，希望你不要有任何隐瞒。少娟是我的妻子，我比谁都更想知道她的死因。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想见我了。你收着我的工钱，你不见我，怎么为我做事儿啊？首先是你有求于我，我答应帮你找你母亲，报酬只是一种感谢的方式。第二，今天是你叫我上车的，我可没想上车。看来你这脆弱又敏感的小心灵还是需要被尊重的。那么也请你换位一下，以后对我客气一点。我其实一直都很尊重你，那天晚上是你不尊重我。你干嘛？干嘛又提那天晚上？那天晚上怎么了？
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吗？医院对吧？你就是这样，认为所有人都是傻子，只有你自己最聪明。罗根一怎么来了？看来曾守仁出问题了。曾太太，这件事是真的死于女鬼之手，还是另有隐情呢？据传称，女鬼是月份台明星楚星星小姐死后所化。那么，请问楚星星和曾先生生前是什么关系？哦，曾太太，您再说两句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今天曾夫人心情非常不好，不能回答各位的问题。如果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到我们曾氏公司，再给大家一一解答。好，对不起了啊。请问曾先生，您说两句吧。任何人都不许进。曾太太，你跟我们说点什么吧。您都知道些什么情况呢？探长，憋气而亡，应该是被枕头捂死，死亡时间在凌晨2点左右。把尸体带回刑部房。刘探长，您说去吧。曾夫人、赵夫人，先跟我回刑部房协助调查。探长，刘探长，说两句吧。刘探长，请您回答我们的问题。曾夫人，昨天凌晨2点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守仁住院，公司留下一大摊子的事要处理。昨天晚上，我和赵副理一起核对账目，一直忙到凌晨3点。赵夫人，昨天凌晨2点，你有不在场的证明吗？这段时间，我和曾夫人每天都在清理账目，几乎忙到天亮。不过昨天还好，估计也就到3、4点吧。到底是谁杀了曾守仁呢？梁金清知道曾守仁在外面有女人，所以因爱生恨，杀了曾守仁，这个嫌疑很大。那个有可能存在借庞蒂亚克的人，因为怕事情败露，所以杀人灭口也有可能。梁晶晶和赵志江他俩天天在一起，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，所以两个人联手起来杀了曾守仁更有可能。可是他们两个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啊。他们两个完全可以互相做不在场证明，而且你想一想，以梁金清的身份，他完全可以不用自己杀人，他就更有不在场证明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我们现在都只是猜测，我们都没有证据的。哎呀，没有证据就别瞎想了，来听听我打听的八卦吧。又有什么猛料呀，爸？走。我今天听说曾守仁是楚星星从自己姐妹手里抢过来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楚星星他不是第三者，他是第三者的第三者。大房呢为了报仇，便设套让他染上毒瘾。这样一来呢，楚星星废了，曾守仁自然就厌倦了。也就是说，曾守仁在楚星星之前已经有了其他的女人，而楚星星是在另外一个女人手里把这个暴发户给抢过来的。没错。我还听说那个女人被曾守仁甩了以后，她就嫁给了曾守仁公司里的一个职员。哎，你们想想，一个男人天天面对着自己老婆跟自己老板有一腿的那个事实，那得多虐心啊！